许家印第一次盖楼用的是污染地，别人都不敢要。离谱的是，他只盖了一座大门就敢开盘卖房，结果还卖疯了。他的胆子不是一般大，当年他还是打工仔的时候，胆子大的就离谱。当时他在中大集团干项目，带着仨员工，开着一辆破标致，操盘了一个叫珠岛花园的楼盘。他直接吹了个大牛，当年开工，当年销售，当年卖完，当年回款。嘿，你还别说，这牛皮还真让他实现了。108个审批公章1年内全搞定了，1年半资金就全部回笼，光这一个项目就给中达集团净赚了2个亿。老许乐坏了，寻思自己这么大的功劳，老板不得给自己升职加薪，说不定还能换个老婆呢。可没想到他兴高采烈的去找老板谈待遇，老板那叫一个不讲武德，直接来一句爱干不干，不干滚蛋。这可把老许气坏了，你不给我涨工资，我就自己干。当天晚上，老许就麻溜的写好了辞职信，然后带着7名老部下在广州注册了恒大集团，正式开启了他的创业大冒险。这个时候，老许要钱没钱，要地没地，再看看广州的地产，基本都被保利、万科瓜分的差不多了。明眼人都觉得他没戏，还想着做大做强，再创辉煌，做梦去吧。可万万没想到，这老许仅仅凭着一张嘴皮子就干下了1个亿。老许没事就开着自己的小破车，在广州的大街小巷里瞎转悠，转了9981圈，嘿，还真让他捡着了块没人要的宝地——海都区的广州农药厂。这之前是农药厂，污染是不可避免的，四周都是各种工厂，周边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，整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。可就是这么一个全广州的房地产商不看好的地皮，却被老许放在眼里。其实有家国企早已经把地拿下了，可人家一测算，直接就放弃了，觉得就算盖出朵花来，这项目也得赔得底儿朝天。可老许偏不按套路出牌，他一眼就看中了这块地的便宜，心里琢磨，这么划算的地不要白不要，就当捡个大便宜。可他找到卖家谈价格，人家一张嘴就要1个亿。老许呢也是见过大场面的人，1个亿就1个亿，多大点事儿啊！卖家看他这么豪爽，直接要求全款付清。老许却笑了，你开玩笑呢？上个世纪末，谁家好人一次性掏出1个小目标？老许倒是也不恼，天天往卖家办公室跑，今天送盒茶叶，明天拎2壶好酒，愣是软磨硬泡了3个月，卖家都快被他折磨疯了。最后松口，要求分3次付清，首期只要付500万。你别说500万了，那时候的老许连5万块都拿不出来，但人家嘴皮子溜啊。他跑回老家找到了一个朋友做担保，硬是拿着这块还没付钱的地的合同，跑到银行贷出了600万，500万的首付搞定了，他的手里剩下100万。对于老百姓来说，这钱都够养老了，但这点钱连地基都打不完。同行都笑话老许，说他只剩下钢铁般的意志了。可这位爷接下来一通骚操作，直接把全广州的同行们吓傻了。老许先把污染土壤挖走，全部填了新土，然后拿着100万找到施工队，没让买钢筋水泥，也没让他们打地基，直接让大伙盖小区大门售楼处。对，你没听错，光盖一个大门。没多久，大门盖好了，他先快速组建了一支销售团队，在广州把广告打得震天响。广州最便宜的商品房，每平米只要2800。要知道，当时广州的楼盘均价都在3500块以上，老许全做小户型，总价最低只要10几万，这谁不心动啊？于是，在1997年，老许的头胎金碧花园正式开盘，销售处被挤得水泄不通，300多套房子不到1天的时间就卖光了。仅仅1天，老许当天就入账8000多万，拿着这笔钱，他才正式打地基盖楼。同时，这位胆子比天大的许老板又用这笔钱付了第2期的土地款，然后接着去银行贷款，接着盖第2期的房子。就这样，老许靠着100万的启动资金，撬动了1个亿的项目，不按常理出牌，让老许在房地产的牌桌上赚了人生第1桶金。全广州的房地产商们看傻了，原来还能这么玩。之前大家都规规矩矩的盖好房子再卖，老许倒好，只盖了一个大门就敢收钱。后来老许的高周转快回款的模式成了整个房地产行业的标杆玩法，大家都跟着他学。1998年，国家取消了福利分房，商品房时代正式到来。许老板那可是站在了最大的风口上，恒大也像坐火箭一样，在3年之内就挤进了广州
房地产企业前10名。可恒大也不是一路顺风顺水。08年，老许在鬼门关走了一遭，差点连恒大的招牌都保不住。经济危机席卷全球，全球股市崩成狗。本来老许还想在香港上市，结果首次公开股份就黄了。许老板气得差点没背过气，上市成功的发言稿都快写好了，你给我来这出。大家都知道他是空手套白狼，结果银行天天上门要债，供货商也开始断货，就连员工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。老许是没辙了，直接跑去香港抱大腿。他天天在富豪郑裕彤的会所里陪着打扑克，输钱输的那叫一个爽快。据说大佬要添茶，许老板一个箭步就冲上来，端茶倒水比服务员还勤快。郑裕彤看他肯放下身段，直接拉着刘銮雄等人凑了5亿美元给恒大江湖救急，这才硬生生把掉在悬崖边的恒大给拉了回来。2009年楼市回暖，恒大成功上市，老许当天就成了中国首富。他还把空手套白狼玩到了极致，也创造了一个时代的奇迹。但这个风口来得快也去得快，当国家出台3道红线，彻底掐断房地产的融资渠道，老许的资金链瞬间断了。这一下可要命了，之前恒大全靠借新还旧滚雪球，现在3道红线一出，银行直接停贷，发债也没人敢买，所有融资渠道全给掐死了。央行直接拔了老许的借钱网线，这市场一降温，房子卖不动了。再加上他之前把大量流动资金砸去搞新能源汽车，钱全打了水漂，老许彻底栽了。自家账上的钱看着多，可全是预售款和供应商的欠款，资金链瞬间紧绷。可到了这个地步，老许依旧死鸭子嘴硬，对外说恒大没问题，背地里已经开始偷偷转移资产了。他以为还能像2008年那样赌赢一次，却不知道这一次老天再也不会给他机会了。2.4万亿的债务压垮了一个商业帝国，也把老许赶下了神坛。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，这是老许成功的秘籍，也是他失败的原因。哪怕胆子再大，也得守住底线。